我说句得罪地球的话，咱们这颗星球可能真不是宇宙里最适合住的地方，它顶多算个及格。你别不信。2013年，天文学家在距离地球仅23光年的地方发现了一颗星球，各项指标直接碾压地球，温度合适，水可能是液态的，甚至可能有大气层。科学家给它打了个分，叫地球相似指数，满分1分，地球是1，这颗星球 0.85。 你说 0.85 不是比1低吗？问题来了，这个指数衡量的是像不像地球，不是适不适合生命。科学家后来发现，这颗星球某些条件可能比地球还好。而且最离谱的是，它那个星系里，这样的星球不止1颗，是3到4颗。什么样的星系能批量生产宜居星球？它们长什么样？能住人吗？这个星系叫格利泽667，在天蝎座方向，距离地球23光年。23光年什么概念？光1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，它要跑23年才能到那儿。听起来远，但在宇宙尺度上，这基本是隔壁邻居。而这个邻居有点好，它不是1颗太阳，是3颗。对，3颗恒星挤在一个系统里，互相绕着转。这就相当于什么？你们小区中间不是1盏路灯，是3盏，还会移动，有时候挂在东边，有时候挂在西边。那住在这儿的行星岂不是天天日出3次？还真不是。3颗恒星里最大的2颗，格利泽 667A 和 667B， 它们俩离得近，像一对跳交谊舞的搭档。但这2颗都不是主角，真正藏着宜居行星的是老3，格利泽 667C。 这家伙又小又暗，质量只有太阳的1/3，亮度更离谱，只有太阳的 1.4%。 1.4% 是什么概念？把太阳比作一盏100瓦的灯泡，这颗恒星就是个 1.4 瓦的小夜灯，你站在旁边可能都感受不到明显的光。但就是这颗不起眼的红矮星，周围藏着至少6颗行星，其中3到4颗都有可能适合生命存在。凭什么一颗小夜灯能养活这么多地球？秘密在于距离。你想想，地球为什么温度刚刚好？因为它离太阳不远不近，正好在宜居带里。离太阳太近，水会被蒸干；太远，水会冻成冰。只有在这个刚刚好的距离，水才能以液态形式存在。而格利泽 667C 这颗恒星因为又小又冷，它的宜居带就被压缩了，离恒星很近很近的地方，温度才刚刚好。有多近呢？ 0.11 到 0.23 个天文单位。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，也就是说，这几颗宜居行星离它们的太阳比水星离我们的太阳还近。要是把地球搬到那儿，在同样的轨道上围着 C 星转，地球会直接冻成冰球。格利泽 667CC 就完全不一样，它只需要28天就绕恒星转一圈，在这颗星球上，1年只有28天。你过一次生日，地球人已经过了13次。离恒星这么近，会不会被烤熟？不会，因为恒星本身就很暗，这颗行星接收到的能量反而和地球差不多。但近距离带来另一个问题，一个你可能从没想过的问题：潮汐锁定。月亮为什么永远是同一面对着地球？因为它被地球的引力锁住了。格利泽 667CC 大概率也是这样，一面永远对着恒星，另一面永远背对着恒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颗星球的一半是永恒的白天，另一半是永恒的黑夜。中间没有日出，没有日落，没有清晨，没有黄昏。白天那一面可能热得像烤箱，黑夜那一面可能冷得像冰窖。那生命怎么活？科学家说，如果它有大气层，空气流动会把热量从白天搬到黑夜，整颗星球的温度就能平衡下来，黑夜那面甚至可能维持在舒适的30摄氏度左右。而且这颗星球上看到的太阳是红色的，不是我们习惯的金黄色，是那种暗红、深红，像燃烧到最后的炭火。
抬头看天，另外2颗恒星何必会像2颗超级明亮的星星挂在远处？到了夜晚，它们比满月还亮。1颗红太阳，2颗超级月亮，这画面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那这颗星球能住人吗？先别急着订机票，问题不少。第一个问题，重力。格利泽 667cc 的质量是地球的 3.8 倍，表面重力比地球高 60%。一个地球上75公斤的人站在这颗星球上会变成120公斤，你每走一步都像背着一个成年人。算了，走路都喘。第二个问题，气压。质量大的行星能抓住更厚的大气层，气压会更高。如果它的大气像地球，气压可能是地球的几倍；如果像金星，气压可能是地球的几百倍，相当于你在地球海洋几千米深处承受的压力。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问题，恒星耀斑。红矮星脾气不好，它会时不时喷发出超强辐射，强度是太阳耀斑的上千倍。而行星离恒星又这么近，一旦耀斑爆发，表面的生命可能直接被烤一遍。更糟的是，红矮星有时候会闹情绪，因为磁场活动剧烈，它的亮度可能在几个月内下降 40%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晒太阳，突然太阳暗了一半，然后又来一波强辐射，这日子没法过。所以格利泽 667cc 适合人类吗？大概率不适合。但生命呢？这是两回事儿。我们人类太娇气了，温度差一点不行，辐射强一点不行，重力大一点也不行。但生命这东西比我们想象的皮实得多。地球上有一种细菌能在核反应堆里活蹦乱跳，有一种虫子叫水熊虫，能在真空里待10年不死。深海火山口温度上百度，照样有生物在那儿开派对。谁说生命必须长成我们这样？如果格利泽 667cc 上有生命，它们可能早就适应了强辐射、高重力、永恒的黑夜或永恒的白天。它们可能根本不需要氧气，不需要液态水，甚至不需要阳光。而这颗星球只是这个系统里的3到4颗之一。另外2颗潜在宜居行星格利泽 667c 和 CF 离恒星更远一些，温度可能更低，但如果大气层足够厚，也能把热量锁住。一个恒星系统里3到4颗宜居行星挤在一起，这在天文学上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情，但它就真实存在于23光年外。那你可能要问，这种系统是特例还是宇宙的常态？科学家的答案是，很可能是常态。格利泽 667c 是一颗 M 型红矮星，这种恒星在银河系里占多少比例？超过 70%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银河系里大部分的恒星都是这种又小又暗的红矮星，而它们周围的宜居带都像格利泽 667c 一样，离恒星很近很紧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同一颗恒星周围有足够的空间塞下好几颗宜居行星。过去科学家找宜居星球，得在10颗恒星里碰运气。现在他们发现，盯着一颗红矮星看，可能就能找出好几个地球 2.0 候选者。银河系有多少颗恒星？2000到4000亿颗，70%是红矮星，你自己算算，可能存在多少颗宜居行星？这个数字大到让人眩晕。30年前，我们连太阳系外有没有行星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了6000多颗系外行星，其中几十颗可能适合生命存在。韦伯望远镜已经能分析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，下一代望远镜甚至可能直接拍到行星表面的细节。我们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揭开宇宙的底牌。每一次新发现都在告诉我们，地球不是唯一的，甚至不是最好的。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慷慨，生命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。也许某一天我们会发现，地球确实不是宇宙的天选之地，它只是漫天繁星中一颗凑合能住的小石头。但换个角度想，
如果连这颗凑合的星球都能演化出人类，诞生出文明，那么那些比地球条件更好的星球会有什么？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时，会不会也有人正从23光年外望向我们？在宇宙的尺度上，我们可能并不特殊，但正是这份不特殊，让每一次仰望都充满了可能。也许此刻，在格利泽 667cc 永恒的黄昏线上，正有一个生命也在抬头看着3颗太阳，思考着同样的问题：这宇宙里还有别人吗？也许答案早已写在星光里，只是我们还没学会读懂。而当我们终于读懂的那一天，也许会发现我们从来都不孤独。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热闹，生命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，而我们不过是无数故事中的一个。但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讲述，每一颗星星都可能是一个家，每一次仰望都是一次相遇，每一道星光都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。